一口气看完2025年最新科幻惊悚美剧《永航员》。该剧改编自阿根廷的经典图像小说，其好看程度绝对不亚于刚出的任何一部。故事开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天夜晚，一群普通民众正走上街头抗议停水停电。众所周知，这里的贫富差距巨大，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其余人口的24倍。除此以外，所谓的公平公正都是相对而言。就比如一墙之隔的富人区却是灯火通明。男主胡安算是一个中层阶级，此时的他正要去拜访一个昔日好友。好友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不过里面看起来并没有几辆车子。随后在一首经典音乐的伴奏下，胡安和几个朋友玩起了桌牌游戏。他们的友谊已经超过30年，彼此间的关系相当的融洽。看到这里，请留意胡安的3个朋友，他们分别是房主人塔诺，头发稍微有一点秃的光头哥，以及头发花白的白发男。这时屋内突然断电，一时间打扰了众人的兴致。胡安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查看，可奇怪的是手机死机打不开了，而且屋内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就在众人七嘴八舌讨论猜测时，外面却猛然传来一阵阵闷响，乍听起来像是重物垂向了大地。塔诺妻子的惊呼打破沉默，说是楼下有个人突然晕倒了。众人随即向窗外望去，而外面正飘荡着一些白色颗粒，且看起来像极了冬天的雪花。这个发现不禁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此刻的阿根廷正值炎热夏季，天气一热设备很容易故障。也就是在我捡到这里时，我的手机突然变得一卡一卡的，像这种情况非常影响我剪辑。之前一直担心新机很贵没舍得换，咱还是要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选靠谱的平台买二手的性价比就高多了。对比了一圈，发现转转的二手手机很划算，所以我果断入手了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只要1200，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他家的 iPad Air 5也只要2400多。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街道上的汽车突然接连失控，上面的司机像是没了意识。如此情形下的大家紧张起来，本来想下楼的他们也都打消了念头。塔诺见状尝试拨打座机报警，但电话的另一头却是忙音。种种诡异表明外面世界发生了异常，至少在这样的季节不可能突降大雪。白发男见状把手放在玻璃上，他便立刻感受到了寒冷，想到家里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危，于是他不顾大家劝阻冲出了房门。可就当白发男走出去没几步，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入手！很显然外面的雪花绝对有毒，一旦吸入鼻腔必然会倒地身亡。稍后时分，室内的温度急剧下降，大家也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学过通讯的房主人塔诺大胆猜测，他认为这可能与太阳风暴有关，因为风暴产生的电磁脉冲才能影响电子设备。此时整条街道上没有任何身影，白蒙蒙的世界死寂的像是一座鬼城。这时对面的楼上突然亮起灯光，一个睡眼朦胧的邻居出现在窗台，他看到塔诺等人也站在窗边，此刻正挥舞着手臂比划着什么。大家的意思是警告他不要开窗，可对方却完全误解了这种表达。就当他把头探出窗外的一瞬间，那些飘荡的雪花便夺了他的性命。屋内的老伴闻声赶来，她疑惑地摇晃丈夫，可下一秒也倒在窗台上死了。这一幕让众人感到了无奈和悲伤。胡安也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随着外面的天色渐渐变亮，胡安决定离开这里回到家中。在众人的全力帮助下，他穿上厚厚的棉衣，并戴上了家用面具和手套。大家一致认为只要确保身体遮蔽，那么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最终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胡安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外面。也正如大家的猜想，那些致命的雪花并没有伤害他。此时已知除了手机等电子设备失灵，所有现代化的汽车也是无法启动，因此胡安只能依靠步行回家。他看了一眼地上好友的尸体，随即便迈着坚定的步子离开了。接下来的冒险之旅正式登场，一个关乎末日和人性的故事也就此展开。没过多久，胡安走出了朋友所在的街区，而映入眼帘的场景却让他大为吃惊。整座城市被笼罩在渗人的寂静中，目之所及的地方几乎全是尸体。很显然，这场神秘大雪让人猝不及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人类怎么也没想到雪花竟然有毒。除了地上能看到的一些意外，诡异的是就连电线杆上也挂着尸体，看样子上面的是一个倒霉抢修工人，临死也只能用这样的姿势遗憾离世。一夜之间，大名鼎鼎的阿根廷首都就这样陷落了。迎着刺骨的寒风和致命雪花，胡安只能裹紧大衣继续前行。虽然回到家中只需5公里的路程，但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一路上类似的场景大同小异，胡安也渐渐地对周围的情况不再害怕。就当他麻木没有什么感觉时，一个尖锐的口哨声突然传入耳中。循着声音向前望去，只见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有个身着军装的士兵正笔直地站着。胡安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可转身之间又发现人影不见了。没有多想继续赶路，他选择了一条绕开主路的捷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极其恐怖的火车出现在视野。这里的景象同样触目惊心，轨道两旁的尸体说明了一切，看得出人们像是从车上逃走。不过下一秒的他们却又被定格了生命。胡安本以为只有城市受了影响，但没想到只要有雪花就会有死亡。
就当他准备离开时，耳边又传来了奇怪的敲击声。胡安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人们，很明显他们也知道了外面的雪花有毒，所以才留在车厢里不敢出来。这时有个女孩在玻璃上写了一个救命单词，看样子她迫切地想离开这里。出于内心的人道主义，胡安小心翼翼地进到了车厢的另一侧，而未被雪花入侵的车厢也呈现眼前。此时有一群幸存者蜷缩在里面，他们七嘴八舌地想了解外面的情况，因为头上戴的面具不能摘下来，双方只能通过手势进行交流。已知被困的人群已经超过6个小时，他们目睹了每一个冒险下车的人。截至目前，没有人能离开这里。现在车厢内的温度已经接近冰点，可眼下却无法找出解决的办法。看着眼前这群绝望的幸存者，胡安表示一旦找到组织就会通知救援。说完，他蹲下来想拿点物资，但背包里却莫名多了一把手枪，立刻想到这是朋友塔诺送的。显然塔诺更了解末世的人性有多复杂。Hey,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get help. I promise. 不顾身后人群的极力挽留，胡安背上行囊离开了车厢。他没有能力顾及这些人能不能活下来，况且妻子和女儿还是生死未卜。不久后来到自己所在的小区，这里也如猜想一样全是躺着的尸体。通过一扇被撞开的房门进入公寓，胡安看见有个死去的狗还戴着头盔，这说明大家可能进行过尝试。顺着微弱的灯光来到18楼，胡安看到楼道里有很多幸存者，顾不上和邻居们打招呼，他径直来到了自己的家里。此时屋内的家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就像是有贼进行过扫荡。既然妻子和女儿不在家，那是否表明他们已经遇难了呢？这时屋内突然传来一阵动静，胡安出门一看，竟然是一名陌生男子。他冲上去询问为什么进来自己的家，并逼问他是否知道屋内的人去了哪里。男子慌忙回答说自己是公寓的志愿者，他只是在受命搜刮一些药品。争论时有邻居走进来帮忙解释，他们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得知误会的胡安松开双手，但男子却看向了他的手背。 Is that snow? Where's Clara? 来人是胡安的妻子埃琳娜，她先是赶走了屋内的邻居，接着又说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她在昨晚给丈夫发送过短信，说是女儿去了同学家过夜。那时候的胡安还在和朋友打牌，所以并不知情女儿不在家里。自从致命雪花降临以后，埃琳娜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信息。听完描述的胡安大发雷霆，原因是妻子不知道那个同学的家在哪。此刻窗外的暴风雪仍在肆虐，而他们最牵挂的人却已不知所踪。待到整理好情绪，两人决定去女儿的学校寻找线索。可就当胡安开门后，却猛然撞见了整栋楼的幸存者。很显然，刚才的男子散布了消息，大家也都好奇胡安是怎么出去的。众人眼中闪烁着强烈的渴望，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其中的奥秘。胡安坦言说自己没有免疫雪花的能力，他认为雪花只有在飘荡时才有毒性，不过在落地后就自动失效了。这一解释没有让众人释怀，为首的一个光头还挡住了去路。他非常清楚胡安一定藏有面具，所以他想以临时居委会的名义，决定现场征用胡安的面罩。原来大楼的水管早已冻结，整栋楼的居民急需外出寻找水源。此话一出，让胡安焦急万分，他不得不猛然掏出了那把手枪。自己不是上帝，也不是使者，胡安只想找到女儿后再做其他打算。迫于压力，光头等人只能看着夫妻俩离开。然而就当胡安刚刚来到楼下，光头便找到枪支追了过来。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motherfucker! Get him! Shoot! Wait! 在末世，如果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稍微有点权力的人就能称王称霸。随着紧张的追逐越来越近，胡安和妻子来到了2楼的一个房间。很快，光头带人堵住了房门，接下来想要攻破只是时间问题。胡安原本的计划是自己去找女儿，但现在的他必须带上妻子一起离开。眼看外面的人就要冲进房间，胡安将唯一的面罩给妻子戴上，并给她讲述了一些注意事项。当妻子从2楼跳到1楼的车上，夫妻俩也终于舒了口气。胡安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付那些人，不过地上的塑料袋却给了他灵感。就在房门被彻底撞开后，光头带着几个手下涌进了房间。You're going to defend yourself with that? 致命的雪花下的众人落荒而逃，胡安则带着塑料袋从2楼跳下。要知道这番动作幅度很大，体力的损耗也让呼吸变得十分急促。看来还是想得太过简单，裸露的防护根本抵挡不住极寒，而塑料袋中也很快结满了冰霜。他跌跌撞撞地走了不到100米，就因严重缺氧栽倒了雪地里。
待到胡安从昏迷中苏醒，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车子里，周围还坐满了戴着面具的人。这时驾驶座上传来了熟悉嗓音，原来救下自己的竟然是好友塔诺，而旁边就是刚刚离开的妻子。原来塔诺在家尝试启动老式福特车，竟意外发现只有古董车才能运行。他们先是到消防队找了更多的面具，紧接着便转弯来到了这里。胡安很庆幸自己获救了，但更庆幸的是他有一个超级好朋友。只是片刻的功夫，车子就回到了塔诺的修车铺。他们这次外出不仅获得了大量面罩，还意外搜刮了一些武器。不管以后事态的发展到底如何，但手里握有武器绝对是正确的。胡安和妻子来到楼上稍作休整，便打算立刻前往学校寻找线索。半小时后，夫妻俩步行赶到了女儿的学校，可这里却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从班级的陈列展架发现一张照片，上面有女儿和她的一些同学，妻子指出其中一个就是要找的人。接下来只要查出该同学的家庭住址即可。为了充分利用时间，胡安到附近去找一辆可以开的车子，埃琳娜则去教务室寻找学生档案。刚开始的两人还算顺利，可就在埃琳娜翻阅资料时，却猛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响动。One。意识到还有其他人的埃琳娜出门寻找，最终发现声音来自一扇被堵着的门。透过门缝观察，里面好像关着一个男孩，他看起来十分愤怒，此时正用中文疯狂地辱骂着。这时完成任务的胡安赶了回来，妻子则将情况讲了一遍。胡安本不想多管闲事，可他却耐不住妻子的人文关怀。Who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kid? Go fuck yourself, asshole! 一个巴掌让男孩瞬间冷静，他解释说自己被同学恶意关了起来，且已经待在这里1天1夜了。胡安告诉他没有人会过来援救，因为外面正下着一场剧毒，所有人都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死了。如此说法任谁也不会相信。男孩冲出来想查看情况，可眼前的情形很快让他停下了脚步。只见操场上躺着一堆尸体，他们正是关押男孩的几名同学。埃琳娜走过来讲述了事件起因，随即又掏出拿到的照片询问。男孩只是扫视一眼，便立刻认出那名同学是自己的姐姐。这样的巧合让夫妻俩感到欣慰，看来无意的善举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事不宜迟，坐上找到的古董车，三个人很快来到了男孩的家。胡安让男孩暂时留在车上，自己则和妻子进去找人。之后眼看拍打房门无人应答，于是胡安直接踹开了大门。这一幕让男孩感到惊讶，内心也不禁有了不好的预感。胡安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可空荡荡的房间里却静悄悄的。顺着通往后院的走廊查看，一瞬间让胡安感到了窒息。泳池边有8个人以各种姿势倒在餐桌上，显然他们是在户外用餐时遭遇了劫难。胡安强忍着悲伤慢慢的走近观察，他扶起一个女孩的脑袋查看，发现对方既不是女儿也不是要找的人，立刻想到男孩可能撒谎了，因为眼前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Let me go, you bitch! Calm down. 埃琳娜阻止了悲伤的男孩，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稍后时分，躺在埃琳娜怀里的男孩出现了高烧，或许是太久的挨冻造成的。夫妻俩经过商议决定把男孩带走，况且他还没有坦白女儿同学家的住址。气愤的胡安也是无奈，他没想到自己竟被男孩牵着鼻子走。途中发现路边有一家药店，于是胡安立即下车去找退烧药。虽然他不喜欢这样的男孩，但行动上的他却做着善良的事。埃琳娜将男孩安置在一个空房间，随即又和丈夫翻找起药品。这时药房的正门突然传来急促拍打，仔细一看是外面来了一个孕妇。她说自己的羊水破了，急需帮助，所以想恳求胡安夫妇发善心。此情此景让埃琳娜同情起来，可胡安依旧不想多管闲事，不顾丈夫的劝阻，埃琳娜不经同意直接打开了门。然而就当孕妇被放进来后，她却突然放肆大笑起来。Don't move, Grandpa, or I'll shoot you. Give me the Take car it easy, keys. man. Wait, we were helping you. Don't point that. Shut the fuck up! Give me the car keys, The asshole! car There's no keys, need are for you that. deaf? Take it easy. Now! 有时候好心也没好报，更何况此时的情形极其特殊。随后劫匪抢走了胡安的车钥匙，并将他和埃琳娜关进了一个房间。幸运的是，高烧的男孩听到了一切。等到外面的劫匪开车渐渐远去，他才从外面打开了房门。片刻之后，三个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风雪中前行。虽然路边到处都停有汽车，但奈何他们都不是要找的古董车。就当路过之前的火车站时，胡安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警觉地环顾四周，赫然发现原本遍布铁轨的尸体全都不见了，而地上只剩下了背包和鞋子等物品。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车站外围的铁丝网似乎被某种力量撕开，且看口径根本不像是人为。胡安沿着轨道继续查看，并找到了早上那辆载满幸存者的火车，这里的尸体也是空空如也，好像转瞬之间全部蒸发了一样。胡安当即登上列车查看，可印象中的尸体也在此刻全都没了踪影。顺着通道来到困着幸存者的车厢，但眼前的景象更让人感到震惊。除了依旧空荡荡的没有尸体外，座椅上还残留着胶状物的粘液，不难想象幸存者绝不是被人施救，说不定他们又遭到了更坏的劫难。当天晚上，白天抢劫胡安的男女驶入了一个加油站，男人戴着面具下车进行加油，女人则留在车上听着音乐自嗨起来。
这时，男人身后突然传来窸窣声响，于是他举起手电筒照了过去。这一照不要紧，下一秒男人便死在了自己的惨叫中。此时车内的女人正随着节奏摇头晃脑，可接着就感到了车身猛烈晃动。她以为是外面男友的恶作剧，却殊不知自己即将要面临死亡。次日清晨，胡安从男孩的口中得到了地址。为了找到女儿，他决定独自一个人前往。朋友塔诺知道后劝他放弃，他认为生存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胡安不想多说什么，直接询问他能不能借走车子。塔诺听后没有同意，两个30年的好友也因此发生了争吵。事后，胡安步行离开了朋友的家，他要穿过17个街区才能抵达目的地。如果要单靠步行的话，半天的时间也是足够了。然而，就当胡安行走没多远，一辆红色的古董车停在了路边。待到仔细看清对方的样貌，胡安这才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好友塔诺。I'm not gonna let some fucking snowstorm ruin a 40-year-long friendship. 38.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两个大男人又恢复了友谊，自此也开始了一段更惊险的冒险之旅。一路上周围的环境非常奇怪，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见一具尸体，但地上却散落着破碎的汽车壳子。不久后，行驶的古董车被迫停下，原因是前方的路被数百辆汽车堵住了，扭曲的车门和破碎的挡风玻璃，看样子根本不是人为造成的。就当两人试图寻找其他路线时，远处突然传来了引擎的轰鸣声。很快，数十辆载满士兵的卡车缓缓驶过，领队的军官也看见了胡安两人。他警告说，整座城市已被军方实施封锁，因此胡安两人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否则他们也会对其开火。看着大部队离开的背影，胡安决定尾随车队穿过障碍。然而，这个冒险举动很快被士兵发现，他们也果真朝着这边疯狂射击。刺耳的枪声划破天空，塔诺也不得不开始向后倒车。由于雪地太滑的缘故，车子还倒霉地发生了侧翻。这时，桥梁的另一侧突然传来躁动，紧接着有一群外星生物如潮水般涌来，庞大的数量让士兵们陷入绝望。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被巨虫抓住，并在惨叫声中成了怪物的美餐。这些外星生物形似甲虫，每一只都堪比一辆小型汽车，人类的子弹根本打不动它们，其坚厚的外壳就像是防弹玻璃。此时躲在远处的胡安目睹了一切，谁都没想到这背后竟然是一场外星入侵。等到虫群离去后，胡安和塔诺小心翼翼地来到外面，并拾起了士兵们掉落的冲锋枪，沿着结冰的道路继续前行。两人在市政广场发现了大量巢穴，来不及思考怎么回事，正前方突然传来了刺耳虫鸣。两人见状慌忙躲进一处角落，很快便看到巨虫拖着一具尸体。更惊悚的是，巨虫在两个巢穴之间掘开一个洞口，然后将猎物拖入了地下。此情此景让两人想着赶紧撤离，可胡安却脚下打滑撞在了墙上，这一动静瞬间打破周围的死寂，地洞中也传来了密集的爬行。千钧一发之际，胡安一枪命中了巨虫的头部，而这也竟然奇迹般的把他杀死了。然而两人还未来得及喘息，脚下的地面又发生了剧烈震颤，危急时刻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胡安见状立刻和塔诺仓皇逃命，同时身后也即刻传来了奇怪的动静。原来这些虫子在蚕食同类的尸体，看来他们已经疯狂到什么都吃。两人沿着雪地上的脚印一路狂奔，最终来到了一座类似钟楼的教堂前。此时厚重的铁门紧闭，任凭他们如何拍打都无人应答。就在虫群即将扑上来的一刻，一团炽热的火焰在他们身上爆开。两人抬头望去，原来是楼上的人正在投掷燃烧品，熊熊的火墙暂时阻挡了攻势。胡安和塔诺则趁机进入了教堂，顺着螺旋楼梯来到一间密室。他们看到这里聚集了10多名幸存者。稍作休整后，有人告诉胡安那些怪物是从天上来的，不信的话可以到顶楼的窗户查看。随后胡安便看到了可怕的景象，眼前的压抑几乎让人感到窒息。只见在漆黑的夜空中，无数流星般的红光正穿透云层，且每一道都意味着又一批虫族降临。直到此刻，胡安这才意识到女儿的生还希望有多渺茫。数小时后，胡安了解到这里的人们正打算离开，因为食物的短缺已经迫在眉睫。午夜时分，趁着虫群归巢的短暂间隙，10几人的队伍悄悄地走出了教堂。此时街道上弥漫着诡异的气息，天空中还不断坠落着红色流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家贴着墙壁前行至一个桥的下方，众人需要在这里穿过一个废弃公交车，然后再踏进一个隐蔽的通道。可就在所有人蹑手蹑脚的行动时，周围的虫群却突然躁动起来。胡安为了帮助一对行动迟缓的母女，不幸被困在了公交车内。通过破碎的车窗观察，此刻的外面正有几只巨虫来回爬行，其中有一只突然停下脚步，它好像发现车内有自己的猎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浑厚的钟声突然震彻了天空。原来教堂里有2个老人没有离开，
他们用最后的力气拉响了时钟。听到动静的巨虫纷纷调转方向，随即如潮水般涌了过去。胡安躲在车内屏住呼吸，他必须等虫群走完才能出来。就当众人穿过高架桥的通道时，教堂里的虫子正在搭建楼梯。很显然，这些东西的智商很高，至少说明他们具备了思考能力。此刻，顶楼的2位老人坐在房间，正丝毫不慌地望着即将到来的虫群，直到最后一秒，老人将香烟抛向了洒满汽油的地板。与此同时，所有幸存者终于穿过了通道，他们总算是摆脱了虫群的追逐。这时有人用手指向天际，远处的教堂则化作了一只燃烧的火炬。所有人都沉默地望着那团光亮，也明白那是老人为他们赢得了时间。随后胡安跟随塔诺回到了家，然而就当他来到楼上查看时，竟震惊地看到妻子正抱着女儿。胡安上前抚摸孩子的脸庞，他难以置信妻子是如何找到女儿的。艾琳娜告诉他自己没有出去，而是女儿跟随其他幸存者找了过来。稍后时分，将外星虫族入侵的真相告知众人后，所有人决定去投靠军方指定的避难所。值得一提的是，胡安的好友光头哥没有离开，他想留在塔诺的修车铺等待消息。现已知通讯设备仍旧无法使用，但很多车子却都可以启动了。沿途的景象令人稍感安心，街道上零星地走动着一些幸存者。此时的高速公路如同一条冰冻长龙，密密麻麻的车辆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整条公路上看不到一个活人的身影，不知原来的人们到底都去了哪里。数小时后，公路旁突然出现一个灯火通明的超市，与城市死寂一般的气息完全不同，这里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胡安等人当即决定留下来，也很快了解了这里的基本情况。有人说此地是附近最大的聚集地，仓库里的储备粮足够维持数百人的生活。在享用了一顿久违的美餐后，胡安已经不再想着去什么避难所。第二天一大早，一阵躁动的声响此起彼伏，好奇的胡安跟随人群涌向了入口，接着便看到持续多日的暴雪停歇了，久违的阳光穿透云层，在漫天的雪地上洒下了光晕。这突如其来的好转让大家兴奋不已，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可就在众人欢呼雀跃之际，塔诺却惊恐地发现了不对劲，原本的指南针竟然完全倒转，而这也意味着怪事还会发生。这时有一辆汽车突然停在超市门前，紧接着有3个持枪蒙面人跳下了车子，他们二话不说直接朝着人群扫射，无差别的杀戮根本没有人性。很快整个广场陷入混乱，幸存者只能漫无目的的四散逃命。这一下瞬间激起了胡安的愤怒，握有武器的他决定和塔诺进行反击。只是片刻的功夫，3名袭击者被打死2个，最后一个却仓皇逃离了现场。胡安掀开其中一人的面罩，却赫然看清对方是一个中年女人，且脖子上还挂着一串儿童吊坠。恍惚之间，胡安回忆起暴风前的场景，当时的他在商场遇到过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戴的也是这样的吊坠。这个发现让胡安感到费解，看似普通的女人为何要对平民下手？难道说这背后还藏有什么阴谋吗？片刻后，远处又驶来3辆军用卡车，上面载满了士兵和一些幸存者。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胡安的老友光头哥也在其中。他说自己在昨晚喝了点酒，但醒后却莫名出现在了公路上。幸好当时有一个巡逻小队看见了他，因此他才辗转来到了这里。经过交谈得知，对方正是胡安原本打算投奔的部队，他们的名字叫5月军营。据悉附近的大部分幸存者都前往了那里，考虑到此地已经不再安全，胡安当即决定跟随队伍离开。由于刚才遭遇伏击时车子损坏，一行人只能乘坐军方提供的运输车。与此同时，在距离超市的数公里之外，逃走的那名蒙面人钻进了一个隧道。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阴暗潮湿的里面挤满了外星虫群。更诡异的是，这些凶残的虫子并没有攻击他，反而还自动为其让出了通道。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到困惑，所谓的灾难到底是外星人入侵，还是人类自己制造的阴谋呢？随后众人抵达了实力雄厚的5月军营，该基地持续通过无线电向外公布，并承诺为所有人提供庇护。截至目前，基地已经收容了上千名幸存者，其规模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为了让更多的人具备武力，军方正组建着新的防御力量，大多数年轻男性加入了训练队伍，而女性则被分配到后方的医疗队伍。胡安的女儿不甘于此，她渴望像父亲一样拿起武器反抗。同一时刻，塔诺被传唤到了指挥中心。原来军官们得知他曾是通讯兵，而基地里恰好有台无线电急需有人操作。现在他们正准备到市中心进行广播，届时全国的幸存者都能知道避难所的坐标。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直觉让塔诺以身体不适拒绝了。随后得知情况的光头哥找了过来，他想劝说好友重新考虑军方的提议，毕竟这项任务是光荣且神圣的。这一说法得到了胡安的赞同，他也认为塔诺应该协助军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塔诺最终选择了妥协。胡安和光头哥也加入了军方的阵营。几天后，军方组织了几十名志愿者前往市中心，他们要穿过虫群占领的区域抵达最高点。此次任务正是要架设无线电设备，塔诺负责操作，胡安和光头哥负责掩护。途中看见有数架轰炸机穿透云层，
强烈的轰鸣声让所有人为之振奋，这说明军方正在全力反击，人类也从未放弃生的希望。随着刺耳的汽笛声响起，一辆载满志愿者的火车冲向了虫群，在震天动地的巨响中，堆积的汽车被撞得四散开来，火车则硬生生地撕开了一条道路。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持续多久，驾驶员就发现火车在撞击中严重受损，接下来他们只能依靠步行前进，可如此响动也必会引来虫群攻击，所幸现在距离目标大楼只有几百米，胡安等人只好围在一起迅速撤离。途中看到一架坠毁的轰炸机让人感到困惑，虫族明明不具备飞行能力，那么究竟是谁击落了战机呢？抵达目标大楼后，领头人将队伍分成了3组，技术组携带设备前往楼顶架设发射器，战斗组在外围构建防御工事，侦察组则去调查途中路过的轰炸机。此时的胡安有些费解，他们大张旗鼓地穿过虫族巢穴，但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很快侦察组来到了坠毁战机的附近，从外部躯壳上的标识可以看出，这是一架来自秘鲁的空军战机。众所周知，秘鲁距离阿根廷有3000多公里，可这个战机为什么会出现这里呢？继续调查发现，舱内存放着数枚航空炸弹。依据附带的军事地图分析，战机的攻击目标是首都中心的河床体育馆。看完资料的几个人完全懵了，他们想不通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边，在大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内，塔诺终于调试好了所有设备。一名戴着耳机的通讯员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向外界发送广播。广播内容是5月军营的具体坐标，只要想来的人都可以过来寻求庇护。完成设置后，技术组将发射器调成了自动播报。可就当几人准备撤离时，有人突然注意到了远处的河床体育馆。在漆黑的夜色中，那座巨型建筑正闪烁着诡异的蓝光。胡安当即提议派人前去调查，但领头人听后却是面露难色。先前派去检查轰炸机的人至今未归，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人数冒险。午夜时分，完成任务的几人临时打起了桌牌，可光头哥的表现却极为反常。他不仅输掉了一轮又一轮，甚至连最基本的桥牌规则都频频出错。就在众人疑惑之际，光头哥突然抱起发难，他竟然掏出小刀刺向了一个牌友，随即又夺门而出逃离了现场。胡安和塔诺紧追不舍，最终在天台边缘堵住了光头哥。在昏暗的灯光下，光头哥望了望远处的河床体育馆，接着便转身选择了跳楼。如此一幕让胡安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禁怀疑好友是不是中了邪念。待到胡安和塔诺来到楼下，他们又撞见了战斗组的巡逻士兵。就当胡安准备求助时，士兵却突然高喊同伴出来围剿，紧接着有几十个人朝着这边奔来。意识到不妙的胡安赶紧逃命，他实在想不通哪里窜出来这么多人。等到几个人安顿下来，头脑灵活的塔诺分析道，恐怕这场灾难从头至尾都是人为，而此次任务也是一个陷阱。如果大胆猜测，说不定虫群是军方的某种试验品。胡安听后当机立断做出安排，塔诺和负伤的广播员先驾车返回营地，而他和另一名同伴前往体育馆进行调查。分别之后，胡安和同伴很快抵达了河床体育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许多毛骨悚然的景象，周围到处都有奇奇怪怪的人类，他们有的如梦游般无声行走，有的则机械性开枪射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凶猛的外星虫族就在人群中穿梭，双方竟保持着诡异的和平。当胡安来到体育馆的顶层天台时，眼前的场景让他瞬间愣在了原地。在虫族坠入大气层的猩红光影下，整个馆内站满了人类与虫族的队伍，他们如同是被操控的提线木偶，所有面孔都朝向着球场中央的空地，仿佛在等待着某个至高存在的降临。猛然之间，这样的场景让胡安好像在哪里见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陷入了恍惚，就连旁边的同伴也是他模糊记忆里的战友。来不及多想，更骇人的景象随之而来。只见馆内的亭子中突然迸发耀眼蓝光，接着便出现了操控一切的幕后生物。随着光芒的逐渐凝聚，一只长有17根手指的硕大手掌探了出来。此时下方的人类全都仰望着，呆滞的目光中俨然没了任何光彩。直到此时此刻，胡安这才明白了幕后的最终真相，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外星生物的阴谋。为了完全占领人类的领地，他们先是降下暴雪进行清场，转而又派遣虫群扫荡剩下的人类。因为人类的数量实在太过庞大，所以他们又建立了所谓的5月营地。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避难所，而是外星文明精心设计的陷阱。基地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投靠，甚至还操控蒙面人进行恐怖袭击，所有的目的全是在塑造5月营地的形象，并让所有幸存者觉得那里才是安全的。显而易见，5月军营表面上是人们最后的希望，可实际上却是一个极其阴险的转化场所。如此一来就解释了之前的种种诡异，也难怪秘鲁的战机会过来执行任务。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此刻胡安的女儿正在接受训练，显然她将是外星生物的下一批傀儡士兵。想通一切的胡安浑身发冷，细思极恐的真相让他再也无力反抗。至此本片结束。看完此剧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憋屈，而导演的种种暗喻也正映射了各种现实。
或许所谓致命雪灾的背后，就是社会阶层即将崩塌的征兆。